才，5个高杆特殊的小技巧，最后一个99%的人都打不出来。技巧1：一颗目标球贴库，一颗球在袋口，另外一颗球也在袋口，有什么办法可以一杆同时将3颗球都打进吗？答案是用一杆超级强烈的高杆。这种杆法一定要使用凤眼手架才会比较轻松。技巧2：红球在袋口，想要走位黑球，大多数人会选择用低杆走位。可是会容易控制不好分离角，打薄了走不到位。此时需要用到一杆发力的高杆，使白球产生高杆吸库的效果，顺利交到黑球的位置，拿下这局。技巧3：高杆吸库球，遇到这种2颗球同时在袋口，可以选择高杆吸库，用高杆瞄准目标球3/4的位置，直接击打就可以了，一次进2颗，省台费。技巧4：带脚走位，遇到这种半贴库笔直的球，很难走到黑球的位置，击打黑球有难度。这种球可以利用中高杆发力，通过带脚2次反弹，强行改变白球走位的线路，就能向上走，并且顺利交到黑球的位置。技巧5：跳半球，白球被障碍球阻挡了一点点，直接击打容易撞到障碍球而犯规，可以抬高后手打在中高杆的位置，就可以让白球起跳一点点，越过障碍球，将红球打进。想要系统学习台球技术，发我666。下课。学会这7个台球小技巧，再也不用付台费。技巧1：遇到一颗目标球在袋口，另一颗目标球在库边，如果直接对着袋口球进球点去传球的话，下一颗目标球容易向上跑，不好打。此时可以对着这个带脚球去传球，那么它就能顺利的停在袋口的位置，方便下一杆继续击打。技巧2：勾库球，遇到这种情况被对手防住了，直接打容易先碰到黑球，造成犯规，可以利用库边的弹性，朝库边方向用中杆大力击打，就不会犯规。技巧3：极限防守，如果最后一颗球被对手的障碍球阻挡，也没有比较好的防守线路时，可以用中杆瞄偏一点点，小力一推，控制好力量，让白球刚刚好吃库，利用带脚挡住对手的击打线路，做一杆极限防守，容易得到自由球，赢下这局。技巧4：省力冲球，把白球放在靠近库边，大概1颗球左右的位置，然后瞄准球堆中第2颗球击打，这样开球省力，而且球开得散，清台率高。技巧5：自由球打贴库球，如果得到一个自由球啊，我方有球贴库的话，要利用这个机会先解决最难的贴库球，直接把自由球放在离贴库球1毫米的位置，朝45度方向去击打，就能轻松打进贴库球。技巧6：避开白球弹库跳，目标球距离库边较近时，白球翻带的角度不合适，会造成2次撞击。此时可以抬高一点点手架，后手微微抬高，向下击打中杆的位置，发力短而快，目标球就会跳过白球进袋，非常好用。技巧7：加塞球，想要走位黑八的话，大力加左塞是过不去的，可以用小力高杆左塞就可以轻松走到位，这个也叫做软塞。下课。是不是每一次一想加点杆法走位，球就打进？其实你原本瞄准好的球，只要后手有微小的偏动，杆头就容易偏离中轴线，白球就会歪得离谱。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后手不歪吗？有，记住后手的这个每一个部位啊，它的功能都是不一样的。学完这节课，力量大去打高杆也不会歪，力量小打低杆也能准进，甚至角度球的准度都会大幅度提升。先来说说手臂的每一个部位的主要功能，首先是大臂，它是负责来锁定球杆的方向的，小臂是来提供出杆的速度，手腕是用来对速度进行补充的。我们需要充分的将各个部位进行独立开来，并通过训练让他们完全熟练，这样就能够让每一个部位自然的衔接起来，打出我们各种出杆不同的需求。首先是大臂，我们需要先能够感受到大臂的方向感。职业选手的大臂往往都是与球杆方向一致的，也就是肩关节和肘关节的连线与球杆的方向完全重合。但是大臂是在头的后方啊，趴下去又看不到，我怎么知道它的方向呢？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感受一下大臂的方向，找一条直线趴下来，要去感受好像有一根线吊着的感觉。此时将小臂向后提到一定的高度，松掉小臂的力量，小臂就会自然的掉下来。此时啊，去观察球杆前面的部分有没有与这条线重合，如果没有，那就调整一下大臂手肘的角度，往外点往里点都可以，直到小臂摆动起来的时候，球杆能够自然的与直线去重合。此时啊，我们要去记住大臂周围那一圈肌肉的状态感觉，这样你就找到了你大臂的方向感。大部分的出杆歪啊，都是由于大臂在出杆时候的偏移所造成的，所以我们还得去训练
大臂它方向的锁定能力。那么锁定主要来源于2块肌肉，一个是连接肩关节的这个上胸部位的肌肉，一个是它背部的这块的肌肉。那么这2个肌肉呢，共同限制了大臂它左右的方向。只有这2块肌肉会将大臂牢牢地锁定在一个方向之中。我们在刚才用第一步的方法找到大臂的方向感后啊，可以去叫上一个小伙伴，在大臂的左右连续的去推一推，去强化一下肌肉的这种锁定力量，再通过在这条直线上进行运杆和出杆，去加强大臂的方向感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，你在实战当中趴下去打球的时候啊，只要一开始瞄准的方向是正确的，你的出杆就都不容易歪了，精准的将目标球打进，并且还能用出自己想要的杆法。下节课我们来讲讲如何加强小臂和手腕加速的功能。想要全面系统学习的靓仔，加入高手班或者大师班，别忘了点我头像发我666哦。下课。靓仔一加杆法就打不进球，主要是没有分清楚手臂每一个部位的主要功能。大臂是负责锁定方向的，也就是负责准度；小臂是负责出杆加速的，也就是杆法效果；手腕是负责速度的补充的。上节课啊，已经学习了如何锁定大臂的方向，这节课就来学习一下小臂和手腕的加速。由于很多人在锁定大臂的时候啊，小臂也会变得非常僵硬，总会感觉发力不顺畅。记住，锁定啊，只是限制大臂的左右摆动，是胸肌和背肌的定型，其他肌肉呢还是需要放松下来。控制小臂向后摆动的主要是3头肌，向前摆动的主要是2头肌。那么趴下去之后，脑子就需要先想着把大臂定型后放松其他肌肉，肌肉啊越放松，发力就越轻松。举个例子，当小臂在向后回杆之后，此时在向前时啊，需要顺着重力的势能去向前。你看啊，这个球杆就像我们的后手一样，后手回到这个地方，把这个力量放掉的时候，它会有一股重力势能。你看，它是这样的一个速度在摆动。好，如果它在这个重力势能往前的时候，我们自然的给它赋予一些力量，那它的速度就会变得更快。来看一下，从这个地方放掉之后，稍微荡一下，它的速度其实就很快了。看到没有？它会有一个顺着这股重力势能去加速的状态，所以你只需要顺着这股力去加上一些速度，打出来的力量就会变得非常扎实。等到各位通过训练感受到这部分之后啊，我们再去加上手腕的翻转时机，会让发力变得更加饱满。手腕它其实非常灵活，如果完全放松它是不可控的，所以我们需要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再收紧一点点力。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啊，一杆没有手腕的出杆，这个只有小臂在摆动，速度是不是感觉很慢很平稳？接下来我们加上手腕，同样小臂还是很慢很平稳，可是你会明显的感觉到手腕在这个位置加入发力之后，球杆有一个提速的过程。没看清再来看一遍，我们来对比一下2次出杆的感觉。是不是感觉到了加入手腕的出杆，发力会变得更加有弹性和穿透力？所以在加杆法的时候啊，手腕所赋予的那一点点速度，会让你的发力变得轻松很多，同时还能让白球退回来的效果变强很多。所以当你发力变轻松之后，在平时加杆法的时候啊，才不会影响到准度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奥沙利文的发力，重点去感受一下他的小臂和手腕手指的部位，自然的利用了重力势能的这种感觉。好了，想要全面系统学习的靓仔，可以加入我的高手班或者是大师班私教课，别忘了点我头像发我666。下课。